它里面有很多个润啊。这边是那个烤箱，就是在家里面也可以那个做三温暖，对，做三温暖。然后外面有游泳池，对，这个户外有一个这个露天的游泳池，好享受哦。对。它里面还有室内的游泳池。哦，还有室内，所以家里有2个游泳池哦。这个可能就是主卧室。哇哦！它里面有室内的那个按摩的 SPA 的那个游泳池。室内 Jacuzzi， 放松心情的。所以越南富豪其实真的很享受。对，他们都是自己盖的、自己建的。对啊，他们自己设计，然后自己想象自己的需求，然后就依照自己的需求自己建的。4层楼的别墅，7个卧室，2个泳池，3个露台，还有1个超大餐厅和视听间。别墅多到养蚊子，有的富豪就拿来再滚钱。有些别墅是可以出租给1天算价值多少钱的，那这样子出租1天的价格大概是在1000块美金上下左右。在西方人眼里，越南富豪是这个发展中国家最难解的一个谜。他们无所不在，但消费力惊人，常常提着几十万美元现金箱、几千万台币的名车代步，但又对自己的发迹故事三缄其口。直到2013年，越南首富潘日旺以15亿美元、450亿台币的身价登上 Forbes 全球富豪排行，这是越南人第1次进榜，也算是对世界宣告越南经济早已起飞。今年初，美国速食店龙头麦当劳在胡志明市开设的第1间据点，开幕当天要排队2个小时才买得到我现在手中拿的这一个汉堡。而且开幕不到半年的时间，在胡志明市现在已经有3间分店，而且每天呢都有超过2000位市民前来排队，显示即使在奉行共产主义的国家，似乎也挡不住人民对美式资本文化的渴望。麦当劳、星巴克。各种美式品牌开始在胡志明市插旗，这对经历惨烈越战的民众来说是相当特殊的一刻。有意思的是，麦当劳在当地的合伙人正是越南总理阮敬勇的女婿阮宝煌。Hey, why isn't McDonald's here? And I think the real meaning behind the question was, what's wrong with this market or what's wrong with Vietnam that McDonald's hasn't come?上一代的战争历史已经结束，新一代的消费意识才是王道。因此，即使吃一个麦当劳汉堡，或是喝一杯星巴克的咖啡，都超过台币100，可以吃上当地3碗河粉。但越南年轻人没在怕。其实越南其实它是一个很有潜力的一个国家。对，那现在的年轻人，越南的年轻人非常的接受这种食物，这种消费。好像他们觉得去那边吃是一种被这种炫，很多年轻人都拿 iPhone 的手机。其实 iPhone 的价格现在跟台湾差不多，但是它工资平均的工资来讲，现在也大概4500块台币，对他们来讲是一个蛮大的负担。但是他们就可以想办法说，他要存到这笔钱，或者是跟家人拿、亲戚拿，就是他要买这个手机。奢华的夜店里，年轻男女抽着大烟，喝着洋酒，享乐至上就是越南 style。 Like young people in Ho Chi Minh City right now, they party a lot. Like they don't care about Monday or weekend. They go out almost every day. Maximum is, I can say, is about $50. 这个国家9000万人口，2/3的人在1975年战后出生，平均年龄是27岁。虽然普遍月薪不到台币15000，但光是消费就占了越南 GDP 高达65%以上，这在亚洲绝少见到。一掷千金的富豪，加上敢花钱的年轻人，就在越南慢慢建构一个新的话语权。越南贫富差距非常大，穷的人是连丧葬的费用都没有，或者是吃饭都有问题。
那有钱人可能一个晚上一餐吃个3万块台币是很正常，喝一罐红酒8000、1万多很平常。及时行乐是这些战后出生新世代的观点。他们清楚认知到，在共产国家，财富就是个转瞬即逝的东西。但讽刺的是，越南劳工社会部公布，全国贫户又比去年增加了5%，已经超过100万户，等于每5个越南人就有1个人吃不饱。于是，一无所有和拥有一切，就在这个国度里同时并行。最后，只能在湄公河畔的标语看板上，找回那一点点属于人民共产的味道。历经27年的革新开放，越南已经从一只经济病猫茁壮成为东南亚之虎。经济起飞背后最强有力的支撑就是外商投资。根据越南计划投资部的资料，一共16000件的外人投资，金额高达2370亿美元，直接和间接提供越南600万个工作机会。越南去年 GDP 成长率达到5.4%，就是拜三星、LG 和 Intel 等外资大举加码。而摊开越南前10大外资，台商位居第4。但如果加上以海外公司的名义，台商实质投资已经超过300亿美元，和日本并列第1大。第1名的外资居然受到打砸抢的对待，台商处境可想而知。我们这次重回暴乱中心，就要找出与这只东南亚之虎共存共处的哲学。清晨6点半，车潮人群熙熙攘攘，穿梭在平阳工业区。一如往常，平淡无奇。但就在不久前，这里才刚上演一场世界瞩目的大暴动。这是越南平阳省的神浪工业区，也是这一次513排华暴动当中受创最惨重的地方。虽然已经过了1个月，但当时被焚毁的工厂，现在看起来依旧是触目惊心。厂房啊，非常的惨啊！本来是办公室，整个办公室检测中心，然后我的接待室，钢筋水泥的厂能够烧到塌下来实在是很少有人看过这种场面。台商蔡文瑞在越南投资14年，领导的丰明集团是欧洲最大的自行车坐垫生产厂，但如今只剩一片焦黑。当时的火势很大哦，烧了好几天了。我到上个礼拜来，它还在闷烧。上个礼拜还在烧，上个礼拜还在烧，就是它灭了又起来，灭了又起来。哦，现在还在那边还在冒烟哎。这是我的原料仓库。那你看整个，你看还在烧，还没烧完呢。温度非常的高啊，烧到这个水泥剥落，然后水泥剥落的时候就见到那个钢筋了，火势很大，然后又把钢筋烧融掉。所以才造成整个楼板塌下来。那里面所有的原物料、机器设备、所有的文件、所有的资料通通都不见了，都毁掉了。那我不知道怎么讲我们投资10几年来的心血都在这边了。已经大概有1个月，可是现在现场还是看起来很可怕。那这个天花板还会塌吗？
现在烧成这样子，这边应该走路还是安全的，那边是不一样的。哇，这里本来是什么地方？这里是生产的，组装坐垫的一个区域的车间。那你看所有的设备啊，都烧坏了。只剩下这些。这个003本来这个都是成品，哦，东西烧完了只剩下铁。这里是2楼，再来3楼，还有4楼，情况都一样。那现在出估可能700-800万了，跑不掉。700-800万美金。对，可能还会更多了。4000平的厂房付之一炬，14年的心血化为乌有，心中淌血的蔡文瑞却无法离开这伤心地。14年前来其实是主要是要来打拼啦当时出来其实也是拿着一个包包啦一块皮箱。现在想一想，就算我今天又回到0，我也是拿一个皮箱好了啦会不会影响到你接下来在这里的投资？主要端看你越南政府处理的这个态度啦。如果马上撤资的话，另外一个地方在哪里还不知道。绿草如茵，绮丽沙滩，距离胡志明市2小时车程。这是越南最高档的度假球场，也是台商在越南的第一件投资案。25年前这边这边完全是一片，就是小山丘，然后都是木麻黄，然后非常丰富啦。就是你根本完全没办法去想象到会是今天这个样子。刘美德，越南台商总会长，他的度假村当时虽然没成为暴动箭靶，但却是几百名台商陆干的临时避难所。13号开始我就开始一直，我们那天整天的电话就是没有断过。后来为了这，我还去买了第3支电话，因为2支电话不够用。你本来的一些投资计划，会不会因为这件事情有点踩刹车？其实我是还是愿意继续投资啦。在我个人本人来说，我还是希望说能够在这块地上，因为我们还有很多未完成的那个项目，然后很多我们的梦想还在这里，还可以继续发挥的。现在也就是看越南政府愿不愿意帮忙我们，让我们完成这个任务。513排华暴动是越南建国69年来最严重的一次，200家工厂被打砸抢烧，1000多家停工，损失难以估计。但面临生死交关，台商却依旧难以割舍，因为越南工资是中国的1半，比泰国、印尼都要低。9000万人口的内需市场，未来还将成为美国和东南亚国家区域经济伙伴的角色。越南得天独厚的优越位置，赢得世界工厂名号，也难怪成为中国之外台商在海外最大的生产基地。位居越南第2大台商的中钢厂区门口，排列一层层铁丝网和围栏，对往来的车辆详加盘查。到公司7点多、8点多弄好，他9点就攻过来，200-300个攻过来，所以但是我们刚好用拖板车给他挡住了。所以我们挡住了，他没有冲进来。我们都是重设备，我们很担心这些东西，而且我们烧天然气、瓦斯的都是很容易爆炸，所以我们再怎么样要守住。在越南3年砸了300多亿台币投资的中钢，在这一次排华暴动中守住了厂房，也有更深的体认。你看看，这一次发生事件，美国、日本、韩国加码投资，它并没有撤。就是你的战略位置在哪边，你的世界贸易的重心在哪边，这些大国家为什么他没撤？所以，我们中钢也不会，我们中钢一定往前走，起码中华民国国旗现在可以光明正大升起来。一台台钻油公司直升机不断从头顶上飞跃，越南和中国之间的南海主权争议依旧存在，排华行动难保不会再发生。规模大小只看越南政府的态度。对台商来说，恐惧不会消失，富贵只能险中求。越南淘金梦永远会是一场豪赌，而台商能做的也只有刀口舔蜜，
战战兢兢地和这只东南亚之虎共存共舞。欢迎回到战火纹身的玫瑰，聚焦越南。在我们这次整个采访过程中，越南外交部都派人随行监督控管，看得出共产国家在政治上的高度控制，也显示了越南政府想要极力维持国家的形象。但当我们亲眼目睹了那些天天被生存问题折磨的底层人民，还有饱受战争遗毒却无望的畸形儿之后，我们发现越南暴动的根源和本质显然超越了国族边界，而是贫富悬殊的社会矛盾。该怎么抚平战火的印记，又维持和世界经济依存的关系，时时考验着这一朵中南半岛的玫瑰。非常感谢您今天的收看，我是舒梦兰，我们下次再会。